不溶即饮、胶囊、意式、摩卡、第一滤。咖啡的喝法可以说是众多饮品中花样最多的。根据国际咖啡组织发布的 Coffee Report 2022，仅在2021年，全球咖啡销量就高达72亿公斤，销售额更是达到了4099亿美元，且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。按照这个数据估计，全球每天就要喝掉超过20亿杯咖啡。根据海关数据显示，中国仅在2021年就进口了12.27万吨的咖啡豆。那么我们喝的咖啡究竟是怎么来的？为了让人们喝上一杯好喝的咖啡，整个咖啡产业都做了哪些努力？就以意式咖啡为例，想要得到一杯意式浓缩，整个过程便包括种植、采摘、去皮脱壳、烘焙、制作等步骤。咖啡树最理想的种植条件为温度介于15到25摄氏度，全年降雨量达到1500到2000毫米，降雨周期同时还要配合咖啡树的开花周期。在这样的环境要求下，巴西成为最适合大批栽种咖啡树的国家。巴西是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。根据2020年数据统计，巴西的产量占全球的37.4%，是第2名到第4名的总和。巴西有26个州，17个州都有种植咖啡，种植面积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0%。米斯拉吉拉斯州的塔特拉庄园是巴西的国宝级庄园，海拔在1150米以上，全部种植阿拉比卡咖啡，也是首个获得雨林联盟 A 级认证的农场。雨林联盟存在的意义便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可持续生计，同时为符合全面性标准的农场颁发证书。每年都有无数咖啡师来这里挑选豆子。在2018年，世界咖啡大赛冠军 Amy 便使用了一支来自这里的艰深波旁咖啡豆。波旁是什么？波旁是咖啡的一个分类，与其平级分类的还有龟夏、耶加雪菲等，它们都属于阿拉比卡豆。而除了阿拉比卡，还有罗布斯塔、利比利亚等，分类极其详细。同样的品种，每个咖啡庄园培育出的风味也不同。那么从咖啡浆果到咖啡要经历哪些步骤呢？咖啡浆果的成熟期一般在9月到来年的2月，而且同一棵树上的果成熟也分先后。采摘时要挑选鲜红色的采摘，整个采收过程甚至要持续4到5个月。一株咖啡树上大概能结出3到5公斤的果实。当日采收的鲜果会就地就近进行初步处理，一般会在8小时内加工完毕。无法在当天加工时，则会把浆果倒入专门的出果池内，以达到保鲜的作用。采摘后的果实要先经过一遍筛选，把瑕疵和没熟的浆果挑出。筛选过后留下的咖啡浆果进入下一步处理，去皮脱壳。在这一步，果农会根据咖啡豆的品种以及顾客的需求，对咖啡浆果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。日晒、水洗是使用最多的处理方式，其他还有密处理、厌氧法、发酵法等等。多样的处理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风味。这一步完成了之后，便得到了咖啡生豆，咖啡生豆便可以直接买卖了。而巴西作为最大的咖啡出口国，其最大的桑托斯港口一天便会运出10几万袋的咖啡生豆。那这些生豆到底去哪了？咖啡生豆在保存良好的情况下，可以在1到2年内都保持较好的风味，所以咖啡生豆是咖啡贸易最常见的形式。这些生豆大部分会直接被一些大企业收购进行加工，或者再次出售，比如雀巢、星巴克等。也有小部分会直接到烘焙师的手中。咖啡豆的处理还有最后一步，烘焙。烘焙大致可为浅烘、中烘和深烘。浅烘的咖啡豆可以更好地保留咖啡豆的本味，风味复杂；深烘的油脂更丰富，香味浓郁。根据不同的需求和用途，咖啡生豆会得到不同的烘焙。这是专门烘焙咖啡豆的烘焙机。咖啡豆进入烘焙机会经历4个烘焙阶段：一、干燥，去除大部分的水分，咖啡豆会从绿色变为白色；二、脱水，继续加热，达到160度左右，咖啡豆开始散发香气，且颜色会变为浅褐色。然后就是1爆和2爆，在这2步，咖啡豆内部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，直至破裂。1爆、2爆指的就是发生几次破裂。根据不同的烘焙度要求，也可以只进行到1爆。烘焙完的咖啡豆，烘焙度由浅到深，颜色也更深，甚至完全变成黑色。烘焙好的咖啡豆又是如何变成一杯咖啡呢？无论哪一种制作方法，都需要进行一步操作磨豆，而不同制作方法对咖啡粉的研磨度要求也不同。我们一般将制作咖啡的过程叫做萃取，指的就是将咖啡粉可溶解的成分萃取出来。为此诞生了很多萃取方法，诸如滴滤、发压、蒸馏、意式等等。萃取后便得到了一杯咖啡。而速溶咖啡就是对萃取后的咖啡液进行脱水，变成可溶的固态粉末。虽然很方便，但是却损失了很多咖啡的风味。不同的制作方式得到的咖啡风味也会有很大不同。从一枚可能来自大洋彼岸浆果，到我们眼前的这一杯咖啡，在知道了它所经历的一切后，有没有觉得手中的咖啡更好喝了呢？